大家好，我是俊谷，我现在呢是在湖北荆州，在我旁边呢有一条路叫做首府路，这是为了纪念大明王朝的一位功臣啊，叫做张居正。昨天呢我们去过张居正故居，那条街呢叫做张居正街，而这条路啊叫做首府路，首府啊就是张居正的官职了。这里说的首府指的就是明朝的内阁首辅，虽然在地位上内阁首辅的权力相当于过去的宰相，但是在身份上他们更加接近于皇帝的秘书，基本上是以皇帝的旨意办事。但事情总有个例外，张居正就是那位明朝首辅中的例外。张居正的墓啊就是在首府路这里，你看这里呢就是他的墓园了。原来这里是免费的啊！进入大门之后啊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牙池，在这个月牙池上方呢，就是一座小的石拱桥，然后在后方呢就是张居正的铜像了。在铜像的两侧啊，各有一个碑亭。这个碑亭呢是重建张居正墓园的碑记。另外一个碑亭呢，就是刻着他的一些生平事迹了。可以看到张居正墓园啊，就是坐落在荆州市的市区当中啊。你看这周边呢都是高楼。过了铜像之后啊，后面呢就是神道了。前面这两个啊是十望柱，后面呢还有4对石像生。这个是石羊、石虎、石马，这个是武将像。左边这个呢是文将像，前面呢就是香炉，还有墓碑，还有它的墓冢了。这墓碑上啊是刻着大明上柱国太师张文忠公之墓。上柱国指的是文武官最高的勋号，太师呢是官名，张文忠，文忠啊是他的谥号，公呢就是对他的尊称。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座墓园是2004年复建，2005年建成的。整座墓园呈长方形，坐北朝南，占地面积大概1万平方米，整体规模不是很大。虽然张居正的墓早年被破坏过，但是他的尸骨仍然在墓冢的下方。张居正是明朝荆州府江陵县人，江陵县就是现在的荆州市，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年。据说张居正1岁会说话，2岁识字，3岁读书，5岁背唐诗，8岁读4书5经，非常厉害。现在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，经常会说一句话：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多优秀，再看看你。这位张居正就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。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家长，这样教育孩子是不对的。将来你的孩子反问你，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是李嘉诚，你该怎么回答呢？张居正12岁的时候参加了童试，当时荆州知府都注意到了这个孩子，成功让他拿下了荆州府童试的第1名。1年后，张居正参加乡试，这时他只有13岁。张居正在考场上的表现镇定自若，很快就完成了答卷。考官在看到张居正的答卷后，大加赞扬。其他几位监考官也都惊叹这位少年竟有如此才华，大家一致认定可以录取张居正为本榜举人。不过，当时的湖广巡抚顾林在看完张居正的答卷后，却表示这孩子是个宰相之才，早些发达原本也没有什么不可。不过最好还是让他再磨练几年，将来的发展更是没有限量。考官们觉得顾林的话很有道理，而且大家也犯不着为了一个孩子的功名去得罪封疆大吏，于是张居正就这样落榜了。张居正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顺风顺水，这次考试落榜对他而言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，
不过，这也让才高气傲的张居正明白了人生未必就是一片坦途的道理。顾灵果然没有看错，张居正在47岁的时候达到了人生巅峰，做到了位极人臣。当年明穆宗驾崩后，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挤走了内阁首辅高拱，自己登上了首辅之位，从此迎来了人生最为辉煌的10年。张居正上台以后，就开始从经济、军事、政治等方面进行改革。这个时期史称万历中兴。这个墓冢呢还是蛮大的啊。我们从左到右走上一圈，我看到有很多资料说万历皇帝最后呢是把张居正给开棺鞭尸了，但实际上呢是没有他是有这个想法，到最后执行的时候呢就被一些人给拦住了，因为觉得这样子做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所以最后呢是没有执行，只能说是差一点被开棺鞭尸了。这墓冢的后面是种着一整圈的竹子。在神道的两旁是种着很多樟树，不过相信这些樟树呢是后期翻修的时候重新种上去的，因为这个树干看起来都不是很大。这些石像生包括这前面2个石望柱，都是后期重新修的。你看非常新因为原来的那些呢，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都被损毁了。在公元1582年，张居正因病去世，终年57岁。当时19岁的万历皇帝追赠张居正为上柱国，并派人护送灵柩返回祖籍，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，隆重下葬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觉得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还不错，但2年后，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他把张居正改革的大部分内容全部废除，还差点把张居正的墓给挖了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大家才明白，原来在万历皇帝的心里是特别恨老师张居正的。当时万历皇帝还小，因此任何事情都是张居正来做。日子一长，张居正就开始有点飘了，对待万历皇帝就如同教训自己的儿子一般，把君臣礼仪抛之脑后了。或许张居正的本意是好的，希望万历皇帝能够勤俭节约，学富五车，做一个千古贤明之君。但张居正的做法有点过了，对万历皇帝呼来喊去，这不是很荒唐吗？当然，让一个10岁的小孩当皇帝，本来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。这个世界荒唐的事，远比你我想象中要多得多。张居正死后，万历皇帝自我意识的觉醒，加上遭到众大臣的弹劾，万历皇帝内心的小宇宙也终于爆发了。